艺名是怎么被造出来的？从傅诗琪到程毅，聊透这门行业学问。一个名字到底值多少钱？我说的不是玄学啊，我说的是实打实的，能换成招商额，能换成观众信任的那种价值。你想想看，有个人出道的时候，公司拿着他的本名看了半天，最后摇头说这名字不行，太软了，硬给他改了。结果呢，10几年过去，那个被嫌弃被丢掉的名字绕了一大圈，居然变成他现在最贵的一样东西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事儿最近还真发生了，而且它背后藏着一整套行业规则。聊明白了，你以后看任何一个艺人的名字，眼神都会不一样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先说个背景。今年大陆出了个新规矩，电视剧、网剧的演员署名，原则上要用法定姓名，要用艺名的话，得写成本名、艺名这个格式并排放。这一下，一大批观众叫了10几年的名字，突然被扒出了本名。然后大家发现，哦，原来他叫这个。而我今天想聊的这位程毅，本名傅诗琪，对，就是莲花楼里那个李莲花的程毅，他的本名傅诗琪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说实话愣了一下，因为这俩名字气质差太多了。程毅，你一听成功、毅力、硬的、正的，像个能扛剧的男主角。傅诗琪呢？诗琪，软的、文的、带水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当年非改不可？这就得说到一个大家平时不太会想的问题，艺名到底是怎么被造出来的？它真不是随便起的，这里头有一套挺实在的标准。第一是音调，读起来要顺，要有记忆点。第二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条，软硬。一个名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硬朗还是柔软，直接影响你把它往哪个类型上放。第三是好不好记，贴不贴它要走的路线。据我看到的资料，当年公司的判断大概就是傅诗琪这个名字太琼瑶了，就那种很温柔、很书卷气，但缺一点当下市场要的男主角的那股阳刚劲儿。这个判断啊，我得说一句，站在那个时间点的市场逻辑上，它不能算错。那阵子行业要的就是辨识度，就是标签。所以程毅2个字取成功加毅力，硬、正、好记，一步到位。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因为太软这个判断，它凭的是名字，不是人。傅诗琪本人温不温柔，跟这个名字能不能扛剧是两码事。而恰恰是这一点，后面会翻盘，你先记着。说完名字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程毅现在其实是同时握着2个名字在用的。演员这个身份，商业活动、影视宣传用程毅，而本名傅诗琪呢，多出现在正式文件、公益捐款这种场合。你去查，他有以本名捐款的记录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他把一个人经营成了2条品牌线。这个操作，做品牌的人一看就懂，很聪明。为什么？因为2条线互相不打架。观众对程毅的认知是角色，是作品，是那个能 carry 剧的男主角，对傅诗琪的认知是那个会安静做公益的本人。一个负责台前的号召力，一个负责台下的真实感，互不稀释。这波操作其实挺 chill 的。这里我得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点特别值得说。能这么玩的前提是什么？是艺名这条线已经足够硬了。你想想，李莲花这个角色是真的把程毅2个字一笔一画焊进观众脑子里的。艺名之所以能成为一条独立的品牌线，不是因为名字起得好，是因为他用作品把这个名字做成了一个行业级的 IP。这部分是硬实力，糊弄不来的。我自己有个感觉，不一定对啊，你们就当我抛砖引玉。对他来说，傅诗琪是骨，程毅是皮。皮相是那个响当当的艺名，骨子里还是那个本人。这个体会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好，那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其实在后面。回到最开始那个悖论，一个当年被嫌太软、被丢掉的名字，怎么就成了现在最贵的东西？你品品这个时间点。
10几年前，傅诗琪是个风险，因为那时候他没名气，名字必须承担建立辨识度的任务，一个软名字扛不动。可是今天呢？辨识度这件事，程毅早就替他做满了，做饱和了。这时候本名再回来，他不用再承担任何风险了。相反，他带来的是一种，我想想怎么说啊，一种真实感红利。这是命名心理学里挺微妙的一个东西。艺名天然带一层打造感、设计感，而本名会让人下意识觉得这是他本来的样子，这是卸下角色之后的那个人。所以当傅诗琪这3个字堂堂正正回到台前的时候，粉丝的感受不是改名了，而是那个藏了10几年的最开始的他回来了，像一个新起点，又像一次回归。顺便说一句，8月初他去昆山那个音乐盛典彩排，全开麦，还跨界当了回歌手，为新舞台准备的挺拼的。你看，人一直在往外拓边界，这种劲头其实跟程毅这个名字的曲意毅力倒是对上了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当年那个被判定为缺点的软名字，在今天因为辨识度已经饱和，反而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。缺点没变，是环境变了，是它的位置变了。同一个名字，10年前是负债，今天是资产。这个反转，我觉得比任何八卦都好看。行，聊到这儿，给宝子们留一个能带走的知识点，就是这次的署名新规到底改了什么？核心其实不是逼演员改本名，它不强制你改名，艺名照用。它真正动的是署名排序。以前片头谁排1番，谁排2番，那是咖位，是流量，是片酬弹出来的，为这个粉丝能炒翻天，这就是所谓的番位之争。新规呢，改成按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排序，笔画少的排前面，跟红不红没关系。这么一改，番位这个东西的象征意义理论上就被稀释了。所以下次你再看一部剧的演员表，别急着数谁是一番，你先看他是不是按笔画排的，是不是本名艺名并列的。看懂了这个，你就知道这个署名到底在传递信息，还是只是在走新规的流程。这个判断工具看任何新剧都用得上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一个名字到底值多少钱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名字本身1分不值，真正值钱的是这个人往名字里填进去了什么。程毅贵不是因为成功毅力这4个字取得好，是因为一个一个角色把它撑起来的。而傅诗琪现在能笑着回来，也不是名字变好听了，是那个人已经强到不需要靠名字来证明自己了。作为看了10年 Space 的人，我当然对他有偏爱，这个我不藏。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，一个能让本名和艺名都变成加分项的演员，是真的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了。这种从被公司定义走到自己定义自己的过程不容易，懂的人会懂。所以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们，咱们评论区聊，你觉得一个艺人的价值到底该看那个响当当的艺名，那些角色符号，还是该看卸下这一切之后本名底下的那个人？没有标准答案，我就想听听你怎么想。